在上一集的 YouTube 影片中，我们介绍了宠物沟通与轮回的概念。本集将带大家更深入探讨宠物离世后会到哪里，如何超度动物，以及我们对吃素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动物跟宠物的看法。他们真的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譬如拿宠物来说，它永远都是陪伴我们的那个角色，那一直静静的陪在我们身边，看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情绪，看我们需要什么，它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陪伴我们。那我非常非常谢谢动物，不论是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动物，甚至是让我们享用的动物，在吃上面享用的动物，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来帮助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一起真正的我们自己是谁。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完整我们的体验，他们带着无条件的爱来到这个地球上，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动物这个主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跟它是环环相扣的，就是刚刚炯杰有讲到我们要谢谢动物不过是被食用的动物，那这个主题就是吃素这个议题。那相信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它是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吧，不管是对于就是一般的大家，或是有在往灵性接触的各位朋友们，这个主题的部分。那今天我们也想要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得跟我们的体验这样。那其实我本人是大概吃素了7年，就是在我进入动物沟通学习这部分，那我就选择由荤转素。那 John 其实他是我的一个见证者啦，他就是看着我一路，其实我真的超爱吃鸡腿的，以前一路看我是一个就是肉食主义者，然后转变为素食主义者的这一切，他见证了这一切荤转素的过程。那我这边也想要跟大家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我说的 struggle， 就是这个纠结的这个历程，应该蛮多人现在也跟我们一样，就跟当时的我一样是有经历这一段的。如果就是荧幕前的你也有这种纠结跟这种 struggle 的感觉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的接下来的话语会带给你一些力量。当时因为我发现了其实我们人跟动物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念头在我心中滋生了以来，我就开始觉得在吃尽他们这件事情上面开始有了挣扎。那其实可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讲的话，是那个 moment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骑机车在停红绿灯，那隔壁就是来了一辆那个运送那个鸡只的笼车嘛，就是鸡会被塞在那个笼子里面。那刚好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停在我旁边。那刚刚好死不死那天就是要去吃鸡排，对，那就形成了非常刚好在停红绿灯的时候，旁边就是有一台运送鸡只的车，那就是我那时候用余光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就是鸡，它们的羽毛啊都在空气中飞。那个时刻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我下定决心的一个瞬间，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在当下告诉自己，一个生命它不该就是它的一生就在笼子里面度过，那最后它变成我餐桌上的一部分。当下我发现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下定决心要开始转为素食主义者。那当然在这部分其实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有关于能量这件事情。我们在刚好如果你也有这个挣扎的话，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些挣扎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而且是一种爱的展现。不过挣扎以及悔恨以及难过，这些都是隶属在比较低的频率里。那当你有非常强大的纠结感产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我们轻轻的去观察这个感受，其实它是一个成长，一个灵性的成长跟一个爱的展现的一个部分。我想说对吗？我们请John跟我们补充一下这一段，他以一个可以通灵的视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吃素的在能量上面的转变。其实你就像 Kiki 刚刚说的，你会有这个难过，你会有挣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词，它就叫做慈悲。慈悲的悲就是悲天悯人的这个特性。你要开始有悲，就是因为你开始感同身受的感觉他的所有。当你知道你被关起来是不舒服的，或者是你觉得这是很限制的感受，你开始跟他共感，你开始会有悲。那慈就是用你的这个爱去包容这个悲，去消融它。慈就是爱的表现嘛，慈爱的表现。就像刚刚 Kiki 讲的，悲是一个比较相对低频的能量，但是
如果你有爱跟慈，用光去祝福这些动物跟这些家禽，那你能量会化成一道光，用爱去感谢他们，才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最棒的一个方式，去让他们脱离苦痛，去祝福跟感谢。如果他们已经是食物了，不浪费；如果他们还不是食物，你可以感受你的感觉，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不吃肉，这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动物在被杀掉的前面，它会有很多的苦痛。我们就不说它在笼子里的这个很狭隘的地方，它会有这个害怕，所有你在做的所有事情，对他来讲，他都是清楚的，他也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对，他也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他知道那个被杀掉的当下之前，他是带着这个很紧张的情绪，他的肌肉不可能是放松的，他是一个很紧张，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的这个感受，那他会停留在我们要吃的这个食物上，就他原本是有生命的，但是这些能量已经存留在这个载体里，那杀掉那一瞬间，当然他是痛苦的。好，说了这么多，不是要吓大家，不是要吓你，让你不去吃肉，而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就不吃，因为这个是个比较低频的能量。但如果它已经被制作成食物，当然，对，我们就用最多的爱去感谢，去让它可以回到光里面。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这个光的运用，其实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用光照在食物上，感谢这道食物，不管它是植物或是动物，都已经让这些养分能够充足，也接受我们的感谢，它已经到了更高的频率。这边那个大脚星人就要展现一下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坚定。我想要用一个柔和的方式来呼吁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们今天我们的那个面对动物的这个慈悲心升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没有分别心这件事情上面，你发现你跟动物的生命跟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建立起了我们的慈悲心。那当然在面对吃素这个议题，你今天是否为素食者，我们其实也不该带有分别心或是所谓的灵性上面的偏见。对，我希望这个也是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你今天不代表我选择我遵从我的心选择自己成为一个素食者，那我就有权利，或是我站在哪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之类的，我们也尽量不要带有这样子的心态去建立起所谓的分别心，因为我们的慈悲心就是建立在我们不想要拥有分别心，对吗？那其实吃素是一个选择，不少吃肉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我们可以就是选择一天内一餐，或是一周一天，我们不要使用那么多的肉制品啊，或者是吃肉，或是吃跟肉相关的料理，都是对地球很棒，然后对自己一定是很棒的，对不对？欢迎大家好吗？大脚星的号召力，没错。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现在不是吃素，我也很坦诚的告诉大家，那我曾经也吃素一段时间。当然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在吃素的时候就是不食用肉类，那我整个人的身体真的会比较轻盈，比较舒服。那即便我现在吃肉，我跟永杰在吃食物之前，我们会花真的就像是饭前祷告一样，去完整的感谢这道料理。我们到现在每一餐都这么做，就是你会看见我们就不管在餐厅或者在家里，那大家觉得我们很怪，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会闭上双眼，感谢料理的人，感谢运送的人，感谢这个牺牲生命的动物，去帮他们清理苦痛。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超度他们。那其实不管你的料理是不是有含动物，或是它是不是肉制品，即便它是食物，它们都值得被我们感谢，因为它是大地上滋养一切，然后来提供我们营养跟提供我们能量的东西的餐点。对，我们就是在吃饭之前，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感谢今天的食物，感谢地球，感谢身旁的为我们提供食物的人，好吧？好，赞。好的，那在讲完吃素的议题之后，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离世动物这个主题。相信大家应该就是有宠物的人，他特别有感觉。我们的动物在这一生跟我们完成了他这一世的任务，那他接下来会去到哪个地方？他的生命该会如何延续？我们还可以见到他吗？他还会陪在我们身旁吗？那我来分享一下，从我的这个通灵的视角看见他们会到哪里。离世动物的去处。好，那刚刚已经在前面讲到这个畜生道的轮回，其实他们是真的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会再次投生，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比较深的执念。但是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以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在刚刚的这个说感谢食物上，其实你已经减轻了很大一部分他的痛苦跟他的执着，这个已经在帮助他们了。就是在饭前的这个感谢，已经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真的邀请大家，从你看完影片的下一餐开始，闭上双眼，3秒钟、5秒钟、1分钟都可以，我们来一起感谢动物。关于对于这个会轮回的这个被我们食用的动物，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他们获得了我们的光，他们已经快要想起来自己是谁，距离他们结束这个畜生道的这个轮回又更近了一步。这个是关于这个一般的动物死亡之后他们会再次轮回这个概念。那宠物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个影片的开头，我跟 Kiki 有讲到，我们有一只小兔子，它叫做斑比。那也是因为斑比，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彩虹桥。对，那如果有接触过动物沟通的朋友们，或是动物沟通师的朋友们，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彩虹桥以及动物王国这个名词。那其实彩虹桥它是真的就是长得像彩虹那样。那第一次就是斑比他离开的时候，是我也是可能也是John第一次我们看到了彩虹生离识别，对，生离识别，然后就是把动物见证宠物它离开人世，它抵达下一个动物王国它的样子。那以我的视角，它确实就是一条像彩虹一样的桥，连接了我们的人世间以及动物他们的天堂动物王国。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很可爱哦，那时候就是送斑比过去，我们就想着斑比离开当下，就在那个当下，我们要送他到他该去的动物的天堂去。那它是一个真的是七彩的桥，一座桥很大，非常巨大，很大，然后它就真的是散发着七彩的光芒。然后我想象着我引领他，就是走上那座桥，看着他走。我在那座桥的另一端，我看到非常多只的动物在欢迎斑比。我甚至看到大象，他们就是那个鼻子这样甩，然后来这样跳舞的动作欢迎。那如果就是可以形容天堂，那里一定是天堂，这是我当下的感受。我们家斑比他迎接我们家斑比的真的是一个乐园。那彩虹桥另一端，它真的是一个属于动物的乐园。那动物就是我们的宠物。宠物在离世之后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怎么样去到达它想要去的地方。当然它跟我们很相近，所以它也产生了业。这个业是一个好的业，它希望再一次让我们爱，或是再一次回馈我们给它的爱。所以有些宠物呢，它会选择在彩虹桥待一阵子，在这个彩虹国度待一阵子，它就决定好它要再投身，再一次跟你相遇。所以它可能是你朋友的宠物，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就为了见你一面，然后再一次的把爱用这个业的方式推回去给你，这是有可能的选择。那也有一些宠物，它知道彩虹国度这个美好的地方之后，它就再也不离开了，因为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你要去形容它，它是一个4维的世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的宠物离开之后会经历苦痛，或是堕入这个畜生道的轮回，其实是不会的，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他们现在呢会到达一个比这个我们地球3维更舒服的地方，他们有无限的资源可以使用，他们可以幻化所有的这个物质的能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取之不尽的这个很丰盛的能量，可以让他们滋养他们。对，很可惜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就是出入那个彩虹桥，随意出彩虹桥，不然的话我想应该很多人度蜜月会选择去那边，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边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彩虹桥看到的跟经历到的东西哦。是这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多动物集中在一起的地方，那它分类的非常好，它有就是小动物区啊、大动物区，还有白天的动物、夜行的动物，那里它其实都是有系统的分配。那动物它有它自己的可能床，或是它的洞穴，有可能是在一棵大树里面，就是可能一群小兔子，它们就一起坐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互相的在一起生活。那当然那里也有很酷，我看到的是那里也会有比较可能比较高阶的动物管理阶层的灵性比较高的动物们作为他们的导师，然后引领他们学习或者是做体操啦都有可能哦。在那边是就像一个大学院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动物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所以这边我想要借由这个主题，想要跟所有的有动物有宠物离世的饲主们讲的是，我们的宝贝离开我们之后，它其实是到一个很棒的地方。当然这个很难我知道，但当宠物离开你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个结束，它甚至是一个我们可以替它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以祝福的心，当然执念这个是很难去除的嘛，但我们尽量让它是一个很温柔的想念，很棒的祝福。我们很开心他在下一个地方他找到他的朋友，而且就是在以后我们还是会有缘分的，对吗？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嘛。第一个选择是再一次成为宠物，再一次靠近你，再来是他们可能会就直接待在那个国度不离开。第三个选择是他们已经
成为宠物观察人一阵子了，他们知道人的这些想法作息，那他跟你产生好的业之后，他可能会投身成为你的家人，就是以人类的这个姿态再一次的靠近你，跟你一起共享这个幸福的这个业，美好的业，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像 Kiki 刚刚说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悲痛的心，当然你需要一些时间疗愈自己，这很正常，但请永远记得你的这个思念如果是一个祝福的能量，对动物来讲其实是更好的帮助，让他们更放开心去选择接下来他们的探索旅程。不要忘记我们永远都没有离开过源头，所以我们其实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觉得都没有离开过源头，对你来讲太遥远了，那你可以想着他们会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用不同的姿态再一次让你微笑，再一次爱你。对，我们给予我们的宝贝们就是最轻盈的祝福，我们想念他们，但是我们不执着，对，我们不执着，很困难，我知道，因为我们有动物宠物离开我们的经验。对，那一天总是会来临的，但是我们用满满的爱跟光，然后照耀他们，还要照耀我们的未来，好吗？好，那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教给大家2个咒语。这个咒语呢非常的棒，它可以让离世的动物不再落入这个6道的轮回，不再落入这个畜生道。那第一个是我们3个人基本上每天都会使用到的这个6字金刚咒，它是阿阿夏萨玛哈，大家可以念一次阿阿夏萨玛哈。对，那我们可以来形容一下自己超度动物的这个看见的这个景象，还有使用的方式。那我们先从永杰开始好了。永杰很有趣哦，大家可能都方法不一样，每个人的方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有学过西塔疗愈的关系，我会直接想象在我前面这道食物，然后开了一个光与爱连接造物主的空间，然后它会笼罩这个餐点，我会念阿阿夏萨玛哈，然后想象白光笼罩着他所有的负面经历过不好的感受，全部都被白光包容消融了，然后回到天上去，然后再感谢，就这样，很简单。OK。那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能量，跟去真的度化他们。那过去的我也是跟永杰差不多，但是我想象的光呢，是这个在我们上一集有讲到的蓝光，是一个消除痛苦，让他们可以修复痛苦的这个方式。那动物真的可能你的餐点只有它的某一个部位，但是在我念完这个6字金刚咒阿夏萨玛哈之后，他们会重新组合为他们原本的样子，这个完整的体态。那他们也会放下执着，然后他们又会带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进入下一次的这个体验。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现在会使用的方式，就是直接让他们不用再回来地球。那也是一样用阿夏萨玛哈，因为阿夏萨玛哈就是让他们不再落入这个6道轮回。那会使用金光，金光会让他们悟到空性，那他们可能就圆满，那就跟佛一样，就是到了一个最舒服圆满的状态，极乐，对。那 Kiki 这边，因为我是不吃肉，那除了餐桌上面的肉品以外，我在逛可能全联超市，当我经过一整排就是肉品区，还有就是鱼类啊那边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就是用阿夏萨玛哈这个咒语。它其实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的能量是加倍放大的，整个宇宙会一起来帮助你。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用蓝光跟绿光，因为蓝光对我来说，对动物来说是最平静的光，那绿光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轮，是无条件的爱，用这2个光去祝福他们。那我想象阿哈夏萨玛哈这个咒语，它在我的面前浮到天空中，那它照下蓝光跟绿光，然后一起就是超度整个就是肉品区的动物朋友。那还有因为其实我通勤的路上会经过类似像屠宰场的地方，那大家有经过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经过类似像屠宰场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旁边会有一个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就是碑，上面是一个尖尖的那种尖尖的碑，石碑那种。对，那它上面通常会写兽魂碑，很有能量的东西，但它其实我会觉得它缺乏的是爱的能量。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想象就是彩虹的光照耀在那个石碑上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类似像通往彩虹桥的通道。那我们想象会有光就是从那个石碑上发射出去，并且用蓝光跟绿光笼罩整个屠宰场的范围，那让里面的动物它可以知道它离世的时候还是有人，还是有地球上还是有所有的生物的爱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那么的痛苦跟害怕。这是Kiki 的分享，这样子。那我们自己呢，我跟永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遇到在路上意外死亡的动物，或者是像 Kiki 说的在这个超市里面的肉架，我们真的都会停下来。当你知道你自己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你不会错失任何的机会去爱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无条件的给我们他们的养分，然后我们真的抱持的感谢，
这一些动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你可以想象它会带来多少的改变，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更放松更轻松的感觉。那他们真的收到我们的感谢，真的跟没有感谢差了非常非常的多。一到没有感谢的这个食物的能量，它可能会因为这个厨师的这个心情，或者是采购的人的心情，这一些呢全部都会在这个食物当中。但是当我们去感谢的时候，它的能量就是具足的、饱满的，让你吃进去的这个除了营养以外，都是充满光的这一些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当你学会了这个阿夏萨玛哈，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它，不要错失这些机会。就从你餐桌的这些餐点开始。那如果你突然想到了，你看到漏架，你也可以试试看，也可以小部分的试试看，去超度这一些宠物动物，都是很棒很棒的。对，相信我们那一天你也会因此快乐起来。你觉得你帮助了动物，实际上他们收到了我们的祝福，实际上你也会变得更快乐、更轻盈哦。好，这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耶！跟随你的心，跟随你的心，爱你们家的动物，还有爱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好吗？充满爱的一集。有要跳舞吗？没有，拜拜。跳给你，给你。大象舞。动物们的气场是什么颜色？都是绿色的哦，是不是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无条件的爱。其实常常也是粉红色，因为他们会有恋爱感，就是看到主人啊，我的主人，妈妈回来了，恋爱感会整个爆棚。对，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家可爱的动物，如果你有养动物的话，还有你想要跟你的动物讲哪一句话呢？在下面告诉我们，然后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哦。按赞，订阅。没错。我们下一集呢会讲到神兽，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你要先订阅我们才可以追下去哦。拜，下次见，拜。小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好，谢谢。